哥，你干嘛？想不想玩？敢不敢游戏？敢不敢吃？不敢的话就要认输哦。我没什么不敢的。不行的话就不要勉强，认输吧。我吃完了，到你了。放马过来吧。敢不敢跟 Miss Lau 说你喜欢他 ？Easy peasy。Miss Lau， 我有事想跟你说。英才，你哥都跟我说了，我知道你们现在是青春期，对异性难免会有许多的幻想，尤其对我这种有魅力的熟女。可是你还是个学生，学生的责任就是要好好念书，努力学习，不应该成天胡思乱想，想一些有的没的。我可以原谅，但我学不会忘记。爱可以重来，却无法察觉记忆。掩盖了痕迹，却残留它的气息。别问我说道歉，你要带着诚意和说不出的秘密。进来吧，谢谢你来帮忙。啊，你看，就是这些画，我都不知道哪一些是英才的，哪一些是学生的。你帮我看一看，有哪些要还给学生还是学校？我说的就是这幅画。前2天裱画店的老板送来的，说英才把画留在那里，一直没拿。他不知道英才已经过世了。怎么了？你认识画中的女人？不认识，我没见过。她会不会是英才其他的朋友啊？你说，爱心会不会认识她？我不清楚，会不会只是英才请回来画画的一个模特？应该没这么简单。那个老板说，近1年来，英才的画常常出现这个女人，而且有顾客要买她的画像，英才都拒绝了。不如你拍下照片，问一问爱心。还是不要，表姐的情绪还不太稳定，万一刺激到她就不好了。也是，我欠缺考虑，不好意思。肚子好饿啊，我们快点检查就可以去吃东西。不是说话都没看时间，那我们快点吧。英才跟爱心是怎么回事？表姐毕业以后不想到舅舅的公司上班，又听舅舅的朋友说学院正在聘请老师，所以就去应聘了。表姐上班的第1天就是由英才负责带她熟悉工作。她那天回来就一直称赞英才，说她很细心，
原来是一见钟情。可能是缘分吧。后来表姐发现，原来英才就是小时候帮过她的小男生。有一次，表姐骑脚车跌倒，你没事吧？起得来吗？我的脚卡住了，很痛。哎，我脚很痛，不要动。你好像扭到了，怎么办？真的很痛。别怕，有我在。我带你去看医生，没事的。谢谢你，哥哥，你真好。不用怕，有我在。原来他们从小就认识，或许是这个原因，他们很快就在一起。他们的感情一直都那么好吗？从来没有分开过。情侣之间偶尔吵架、闹情绪，肯定是有的。分手，他们的感情这么好，会为了什么事情而吵架？可能是因为英才的性格不喜欢交代，表姐却喜欢把每一件事情都交代得明明白白。不过，虽然有点小争执，英才还是很爱表姐，每次都会迁就她。可是，为什么英才的家连他们一张合照都没有？情侣之间拍照不是很平常的事。更奇怪的是，那乳画的女主角，裱花店的老板明明说了，英才画了好几幅她的画像，但是我在这里怎么找也找不到其他的画。会不会是储藏在别的地方？我也是这么想，所以我在学院找了一遍，但是没有收获。可能是他是把这些画收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吧。这就让我更怀疑，英才跟这个女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所知的关系？所以你怀疑英才自杀是因为跟表姐的感情有问题，而且跟这个女的有关？我也不知道。其实还有一件事，什么事？英才死前的一天，他曾经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他说了什么？他说他原谅了我，以后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他怎么会这么说？你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吗？可能是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吧。后来我尝试打电话给他，但是就是打不通。现在回想，都怪我。如果当时我坚持打电话给他找他，问出原因，或许现在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毕竟他的死太突然了，谁会想到呢？不过英才小时候，就算他摔断了手，他还是会坚持用另外一只手完成画作。他性格这么坚持，到底是受了什么打击，让他这么痛苦、绝望，放弃自己，走上绝路？他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有些痛只能藏在内心深处，压抑久了又找不到出口，到了无法承受的那一刻，就会选择极端的做法。
你也喜欢这首曲子？有谁会不喜欢？不管今天过得有多不好，听到这个曲子，心情就会变得更愉快。Tout à fait exact。法语？你懂法语？你就松普。我想去法国旅行，我正在学。我很乐意当你老师。不是本地人？算半个吧。我13岁就跟家人一起移民去法国了。你好，我叫袁英杰，英国的英，杰出的杰。江小磊，大小的小，花蕾的蕾。我住。你好，小磊。那你什么时候要给我上课，英杰老师？随时都可以。不过世上没有免费的早餐呢。我是个穷学生，没有钱的。那就用导游费来代替吧。我会在这里多待2个星期。我很久没回来了，最想念的就是这里的美食。那好，我来当你的向导。你想吃什么？奶油面包。还有乐沙肉骨茶、霸臭米炒粿条。这里附近有一间小贩中心，他们的海南鸡饭还有霸臭米都很地道，想不想去尝尝？刚好肚子很饿。他们的海南鸡饭有3种酱料，饭香味扑鼻，配上滑溜溜的白斩鸡，简直绝配。别再说了，流口水了。走吧。干嘛？一人一半，感情不散。你笑什么啊？这样子分着吃，可以一次过尝到各种美食，又不会吃太饱。我同意这样的做法，不过在法国就不能分享一盘的食物吗？法国人比较讲究饮食文化和餐桌礼仪，很少把食物夹来夹去，除非是很熟悉的朋友和家人。那你就把我当成熟悉的朋友啊。我们这里比较随性。快吃吧，面冷了就糊了。来，霸臭米要配小辣椒，会有点辣，不过很好吃。确定？确定。以为是吧？你说你已经好几年没回来，你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我爸爸刚过世，我是回来参加他丧礼。对不起啊。没关系，我小时候跟他关系也没有很好，分开了10多年，人走了还是会有点难过。毕竟是父子。你这里有没有兄弟姐妹？我有个弟弟，一直陪伴着我爸爸，但是现在爸爸走了，接下来他应该会很孤独。那你就要多安慰安慰他。所以我才决定多留下来2个星期，好好的陪他。怎么知道他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请假？没关系，你还有我这个导游。那我就先谢谢你。是你运气好，刚好碰到我学校放假，要不然我功课一开始忙起来，我就不可能会有时间陪你。其实你是念哪一科？医科第3年。哇，原来是未来大医生啊！失敬了，失敬。我还是小医生，很小很小的。老实说，是有点看不出。看不出？看不出啊，老实说。哪里看不出啊？对，完全看不出。Ask myself a million times, is this true? My heart beats faster and I have no clue. I didn't know how I was gonna get through. It's definitely love at first sight. To see your precious little smile. And because of this, I might have fallen deeply down in mine. That's what you are to me. That's what you mean to me. Everything you do makes me fall in love with you. Pretty, pretty baby, pretty, pretty baby. That's what you are to me.
对不起，我学校临时有临床实习，等很久了吧？未来大医生放假都这么忙，不过没关系，病患者比较重要，把他们排第一位是对的。那 The ice hazelnut latte， 慢慢喝，没人跟你抢啊。我们医科学生很忙的，都没时间喝水上厕所。那我不是很荣幸，难得放假还抽空陪我。你是我的法语老师，我有求于你。你说的对，不过我教你的那些法语学得怎么样？有什么需要帮忙吗？真的很难，可惜你过几天就要回巴黎，以后就没人教我。没关系啊，我可以在线上教你，继续当你老师。真的可以吗？可以，不过我们先玩个敢不敢的游戏。如果你赢，我就继续当你老师。什么敢不敢的游戏？你看那一桌，有没有看到 pandan cake？ 那是我最喜欢吃的蛋糕。那这个游戏刚好适合你。敢不敢过去拿一片尝一口？如果你敢，我就继续当你老师。还有，你今天点什么，我都请。谢谢。这么厉害，你跟他们说的什么？我跟他们说，只要他们给我这片蛋糕，他们今天吃的都会买单。你耍赖！我只说请你，没说请他们。你是说，不管我点什么都由你请客？你都没说吃的人一定要是我，你不可以反悔。算你会掰，我愿赌服输。好，今天你吃什么点什么，我来请。那我就不客气了，老师。吃多一点啊。轮到你了。你的舞伴。你让我跟灯珠跳舞？不敢吗？现在认输还来得及。不好意思，我看我得让你失望。那时候你的舞姿真的很滑稽。会吗？我还觉得很有型。怎么样？要不要再玩敢不敢游戏5年了，你还没学乖？我不介意再请你吃饭。有人不怕，就来吧。Ladies first， 你先出题吧。不是吧？又要我跟灯柱跳舞，一点挑战性都没有。我怎么可能这么没创意？是他，敢不敢跟他求婚？谁怕谁？你愿意嫁给我？我愿意。老公，我们什么时候去注册？不如现在吧，走吧。哎，不好意思，认错人了，她才是我女朋友。哎，你别他，对不起，对不起。那就可惜了。轮到你了，你敢不敢？我不玩了，我要帮表姐买晚餐。我送你吧。不用了。喂，喂。
美啊！穿上这个婚纱，你一定很漂亮。表姐，我回来啦。表姐，不好意思，我回来晚了。我帮你买了鸡饭，出来吃吧。表姐，表姐。表姐啊，我到处找你，你在这里干嘛？我在找我的车，我忘记我的车停在哪里了。你要去哪里？我找英才。英才？哦，我约了他拍婚纱照，婚纱都带了，只是我忘记我的车在哪里。表姐，小磊，你可以帮我找一下车吗？我约了英才，我怕我迟到。表姐，英才，他已经不在了，不在了。对，英才呢？他死了。我怎么会把这件事给忘了？那我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这里干什么？没事的。你太累了，我们先上去休息。表姐，你没胃口吃饭，至少喝杯热牛奶吧，会睡得比较好。最近总觉得自己迷迷糊糊的，都不知道自己在做梦还是真实的。我会不会有事？你受的打击太大，精神还没恢复过来，好好休息，不要想太多。我想忘记英才，可是他一直在我脑海里，我怎么忘也忘不了。你要放下，你要接受英才已经不在的事实。我想放下。可是他一直都在，无论我去到哪里，他一直都在。你叫我怎么放下？你这几天都睡得不好，你应该是太累了才会产生幻觉。我不想的。但是我一看到跟他有关的东西，我就会想到他。要不
我把家里的东西重新整理一下，该收掉的就收掉。总之，你什么都不要想，你还有我，我会陪在你身边。你好好睡，睡醒了我再弄点东西给你吃，别担心，没事的。你看，这个很可爱吧？如果放在我和英才的新家，应该会很美。他们看起来就像你和英才，看起来很幸福。老板，我想要买这个。哎，有缺口，有新的吗？这是最对了。哦，那还会进货吗？应该不会。能不能找人来做？钱不是问题。有钱也没办法，会做的师傅已经过世了。谢谢。表姐，送给你。祝你和表姐夫永浴爱河，幸福美满。哎，这不是我最喜欢的玩偶？老板不是说那师傅已经过世了吗？你怎么买得到的？我是上网到处问的，终于找到菲律宾的一间店，那里还有最后一套的存货。谢谢你，小磊，这是我收过最好的结婚礼物。哇！哎，你在画什么？哎，你在干什么？竟敢涂鸦！你们完蛋了，被我抓到了。什么？我们在做 project。对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找灵感，发挥创意是不是啊？啊，对。这么用功。那好，我就告诉校长，让他请你们的家长来学校好好的鼓励鼓励你们，怎么样？好啊，老师。哎，校长室在那边啊，慢走。老师不要告诉我妈咪。哎呀，慢慢，他在骗我们的，不要上当。你只是客座老师，又不是我们学院的老师，不要管这么多。没错，我没在管，我是在欣赏。国外有很多艺术家都会在墙壁或者是公共空间发挥创造力，目的就是为了传递信息，又或者是表达一种观点。所以啊，不能限制我们的创意。那好，你们说说看，这是在表达什么？表达情绪。哎，阿胜，你刚不是表白失败，你告诉他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我很生气啊，气到头想爆炸。哦，原来是表达生气。
那这样哪里够啊？应该直接喷在身上，喷越多就越有爆发力，然后直接贴在桌上，人画一体才淋漓尽致呢。走！哎，我已经把证据拍下来了，你们再动，我就举报你们。My dear King， 都是你啦，发挥什么情绪，害我们要油漆，我手很酸哎。哎，你很慢嘞，很像乌龟嘞，可以快一点吗？还有你，刚才跑得那么慢，把我们北做。是你们笨了，说谎都不会。叫你们油漆一直在吵架，有好了没有？啊，要好了，快点，快点！快点！那不要说老师虐待你们，请你们吃雪糕了。老师，我们游到这么辛苦，一根这么小的雪糕哪里够啊？你们破坏学校公物，有雪糕吃还不满足啊？啊，不如我举报你们，让校长请你们吃牢饭，怎么样？吃雪糕啊，是老师。谢谢老师。老师，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师了。你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的。少拍马屁，我不吃这一套。可是你弟很喜欢呢，陆善美最厉害讨好他了，对不对？啊？你是说善美会讨好弟弟？何止？那还跟英才老师，那个。什么那个？说清楚。干嘛看来看去？啊，我知道，你们是故意要污蔑他。你们这3个就是喜欢欺负他，我都看得出来。老师是陆善美嚣张好不好？整天争着有英才老师宠爱他，4个字目中无人。他怎么目中无人？我看是你们比较嚣张吧。老师，你刚来，你不懂了。我们班上其实是天才画家，比较厉害，可是英才老师却总是把机会给了善美。最近的艺术比赛，他也是派善美去。你是说伊登？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妒忌善美的才华，乱说话中伤她？才不是，老师，全部都是真的，慢慢还亲眼看到啊。他还派英才老师跟善美上酒店。给他看，快！那这样，老师，精彩不精彩啊？我们哪是手下留情啊？没有放上嘛，不然更精彩。你们知不知道偷拍是犯法的？马上删掉。删就删，反正我还有 copy。慢慢早就上传到 Share Drive 了。老师，你弟弟很坏耶。对哦，带女生去开房，很肮脏啊。我看是你们头脑安脏乱想吧。去酒店就是开房吗？不可以吃饭，不可以借厕所。哎，老师，不然这样，你带慢慢上酒店，我们帮你拍视频，然后放上网，看他怎么说咯。喂，你才跟老师去酒店啊？老师，这样雪糕不够啊，你要带我们去酒店吃buffet。buffet 好，哎，buffet，靠近。哎，我们走，可以吗？
不要着急。哎，你看，要慢慢的感受你可以在手里面舞动，就像你跟你爱的人一起跳舞一样，知道吗？谢谢老师，还好有你。你看你，又花脸毛了。哎，好了。谢谢老师。所以关键呢是要这个感觉，这样的感觉握住要有信心，然后你做的石碑，这里要慢慢的拉出来。有些人画的东西不怎样，找靠山却一流哦。哎，旧的走了，新的又来，你是怎么做到的？是啊，可以教我们吗？教我们你们三个又欺负同学了，是不是？冤枉啊，老师！老师，我们是在称赞他，我们想要向他学习。对啊，我们是向他请教。你们三个有完没完？是不是要我请校长来看一看你们昨天的艺术品？什么艺术品哦？不知道啦。走了。怎么样？没事吧？你手还好吧？没事了。如果那三个再欺负你，告诉我，我帮你教训他们。你不要多管闲事，就不会害到我。善美，我有话要跟你说啊。干嘛越走越快啊？啊！哎呀，哎呀，哎呀，我脚是断了。你怎么了？谁叫你越走越快？你等一下，我去找老师。哎，我想撞到头，好晕啊！你这里是不是也痛啊？啊，是有点痛。眼睛也受伤了。真的是没药救了，在这里等死吧！我一直叫你一直走，我不这么做，怎么让你停下来啊？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一点都不像老师的。我根本就不是嘛，我是来客串的。那你说，老师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英才老师。英才老师？看来你很欣赏英才老师，听说你们感情不错。干嘛生气了？是不是因为大家都说你们两个搞师生恋呢？你可以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嘛。好，不听别人说。你告诉我，你跟英才老师是不是真的搞师生恋？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人真的脑子有问题。哇！喂，你打老师啊！
上来，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啊！不要再缠着我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解释。我不想再听到你的谎言。既然做不到，当初就不要许下承诺。你就是个骗子。我没骗你，都是真的。难道这段日子你没有感受到吗？我对你是真心诚意的。你还记得这个吧？是我们一起做的。我当时还跟你说过，我会跟你一起创造未来，我都没有忘记。够了，袁英才，你觉得我还会再相信你吗？滚啊！我不想再看到你了。小美，你敢再靠近的话，我就杀了你。早。怎么在收拾爱心的东西啊？他打算辞职，应该不会回来了。辞职？怎么这么突然？不是说只是放假而已吗？英才走了，他一直无法释怀。毕竟学校有太多他们的回忆，每个角落都有他们相处的痕迹。以前那些美好的回忆，现在就像一把刀一样，不停地刮伤他的心。每伤一次，就滴血一次。上次看到他，我看得出他受的打击真的不小，但是我又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他。安慰，有时候也只是一种形式。最亲的人，以这种猝不及防的方式离开，对谁都是无法承受的打击，是需要时间慢慢平复的。这种心情，我感同身受。小磊，5年前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想不想我都无法逃避，走不走我只等你说一句，忘不忘我都无法抽离，见不见我们都无法离析。错与不对不是同等距离，爱与不爱都是心虚。我可以原谅，但我学不会忘记。爱可以重来，却无法察觉记忆，掩盖了痕迹，却残留它的气息。别忘我说道歉时，请带着诚意，看不看都。